这回真的玩大了。彭博社爆出重磅消息，中国央行陷入史上最严重的政策困境，降准降息计划或将胎死腹中。更让市场揪心的是，就在同一天，多家国际投行纷纷发布研报，直指中国货币政策已经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这一系列利空消息让市场瞬间炸锅，人民币汇率应声跌破 7.3 关口。其实回头看，这场危机早有预兆。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从2022年初到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已经暴跌了整整 15%， 创下17年来的最大跌幅。更要命的是，目前已有超过12个主要央行宣布减持人民币资产，这个数字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还要高。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简单来说，中国央行现在面临着一个几乎无解的三角困境。首先，经济刺激遭遇钝刀效应。数据显示，自2022年以来，央行的基准贷款利率仅仅下调了 0.7 个百分点，从 3.8% 降到了 3.1%。这点降息力度放在一个正在经历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务危机和消费萎缩的经济体里，简直就像是在用创可贴治疗骨折。更糟糕的是，对比美联储在同期的操作，人民币的劣势更加明显。美联储在这段时间里硬生生把利率提高了整整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量的国际资本正在用脚投票，疯狂涌向美元资产。据高盛统计，仅2023年一年，中国就有超过1200亿美元的资本外流，这个数字比2015年股灾时期还要高出 50%。第二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是，人民币的全球地位正在加速衰落。原本雄心勃勃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现在看来是踢到了铁板。最具代表性的是，连传统的铁杆朋友沙特都开始嫌弃人民币了。就在上个月，沙特投资银行公开表态，要求在当地发行的中国债券必须用美元计价，而不是人民币。这一记耳光打得可不轻。要知道，就在去年，中国还在大张旗鼓地推动去美元化，甚至一度让 40% 的对外贸易实现了人民币结算。但现在好了，随着人民币汇率持续走软，这些成果可能会像退潮时的沙堡一样，转眼间就被冲垮。第三重打击来自外部环境。川普王者归来的势头越来越猛，他曾经承诺的惩罚性关税随时可能重磅来袭。市场研究机构 Rhodium Group 的最新报告预测，如果川普的 45% 关税计划落地，人民币汇率可能会进一步跌至 7.8%， 这将是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的最低水平。花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最新的研报中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央行现在就像是在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一边要防止经济失速，一边又要稳住汇率，稍有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这个比喻可以说是非常贴切了。更让市场担忧的是，这次的货币政策困境背后暴露出的是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摩根士丹利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与 GDP 之比已经高达 220%， 远超美国的 90% 和日本的 18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经济就像一个被注射了过量兴奋剂的运动员，再想靠降息降准来提振经济，效果会越来越差。事情正在往最坏的方向发展。就在各界关注央行政策困境的同时，一份更令人揪心的数据刚刚出炉。2024年，全国31个省区中，竟然有23个省份没有完成年度 GDP 增长目标。这个数字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要糟糕。更要命的是，就连广东、上海这样的经济火车头也开始熄火了。让我们先看看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根据第一财经的最新统计，在2024年
23个省区 GDP 增速未达标，16个省区实际增速比目标值低2个百分点以上，8个省区增速跌破4%大关，4个省区已经连续3年未完成目标。最让市场担忧的是广东的表现。作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2024年的 GDP 增速仅为3.5%，不仅远低于自己制定的5%目标，更创下了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要知道，广东的 GDP 总量占全国的11%，相当于3个上海的体量。它的失速就像是一列重载火车突然熄火，带来的冲击波足以影响整个中国经济。野村证券的最新研报更是直言不讳，广东已经连续第4年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40年来还是首次。更令人担忧的是，作为外贸重镇的深圳，其工业增加值增速已经连续6个季度为负，这意味着世界工厂的招牌正在逐渐褪色。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让我们再来看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这才是真正令人揪心的地方。2024年，全国有23个省区的收入增幅出现下滑，其中最让人意外的是北京和上海这2个富人区的表现。拿上海来说，居民收入增幅从2021年的5795元，断崖式下跌到2022年的1538元。虽然2023年反弹到5224元，但2024年又跌至3531元。这种过山车式的波动，在上海的发展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更要命的是，上海的房价同期下跌了12%，这意味着很多家庭的财富正在加速缩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卢峰教授在最新研究中指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用数据说话，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中国仅为 44.9%， 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60%至65%， 部分发展中国家 55%至6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果实没有真正落到老百姓口袋里。更糟糕的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 0.485， 超过了 0.4 的国际警戒线。这种收入分配差距会进一步抑制消费。地方财政的数据同样令人揪心。根据财政部的统计，2024年全国有25个省份的财政收入增速低于支出增速，16个省份的债务率超过了 120% 的警戒线，8个省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暴跌超过 40%，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已突破50万亿元。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现在的地方政府就像是在打气口仗，收入在下降，但支出必须上升。社保、医疗、教育这些刚性支出一分都不能少，但土地财政这个钱袋子却在快速缩水。这种入不敷出的局面，让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到了开源节流都救不了的地步。更令人担忧的是2025年的前景。目前已经有27个省份公布了2025年的 GDP 目标，大多数都在 5% 至 5.5% 之间。但华尔街的分析师们普遍认为，这些目标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简直就是白日做梦。高盛的最新报告甚至预测，2025年中国的实际 GDP 增速可能会进一步下滑到 4% 以下，这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看完经济数据的至暗时刻，更让人揪心的是中国支柱产业的全面溃败。让我们逐个来看这些令人窒息的数据。先说房地产，这个曾经占 GDP 近 30% 的支柱产业，现在已经成了定时炸弹。花旗银行的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房地产销售额同比下跌 28.3%， 百强房企有47家出现债务违约。
房地产相关贷款不良率升至 6.8%， 房地产直接就业人数减少超过500万。互联网科技行业的寒冬更是触目惊心。根据36氪的统计，2024年互联网大厂裁员比例普遍超过 15%， 超过1000家互联网公司倒闭或停业，风险投资金额同比下降 67%， 科技人才净流出达到历史最高点。更要命的是，连新能源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新赛道也开始熄火了。彭博社的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库存量创历史新高，光伏企业产能利用率跌至 60% 以下，动力电池企业平均毛利率跌破 10%， 相关上市公司市值蒸发超过2万亿。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3重打击：传统支柱产业衰退，新兴产业产能过剩，外部环境持续恶化。这种局面直接反映在就业市场上。人社部的数据显示，2024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创下10年来最差纪录，应届生平均投递简历数超过80份，签约率不到 65%， 平均起薪同比下降 12%， 超过 30% 的毕业生选择考研或出国。野村证券的研究员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现在的就业市场就像是一个倒金字塔，底部的岗位在急剧萎缩，但顶部的求职者却在不断增加。更让人担忧的是，这种就业困境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社会问题。据民政部统计，2024年结婚登记人数创40年新低，一线城市生育率跌破 1.0，25至35岁青年回乡比例上升 40%， 社会心理咨询需求同比增长 80%。 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最新报告中警告说，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完美风暴，人口红利消失，债务风险集中爆发，产业转型遭遇瓶颈，最困难的时期可能还在后面。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关注，202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首次出现下降，从 2.6% 降到了 2.4%。 这个数据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短板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展望2025年，国际投行普遍持谨慎态度。摩根斯坦利的最新报告甚至提出了一个大胆预测，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措施，中国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0。 这次不仅是收入增长放缓，还可能出现实质性倒退。